早。去工作？去束河那边有点远，你这跑步啊？锻炼身体，一切顺利啊。这样，介绍一下，李总，这位是谢之遥，我的好朋友。哎，李总，幸会，幸会，幸会。谢总你好，这怎么来的呀？开车来的。那今天不能喝酒了。能，带司机了。有备而来呀，可以吗？来，坐，坐这。来，谢总，您上座。来，让。谢总，不是你那个东西不好，我知道，好，但是贵啊。基雕几百块钱的东西挂在墙上，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出什么区别。我是做高端艺术酒店的，把那个钱省下来，我不如把床品升级一下。李总，你是实在人。你跟我说实话，那我也跟你掏心窝子。我来呢，当然是想把这单生意谈成，但是我也确实是在为你的酒店着想。你做国潮，想用传统文化作为艺术酒店的特色，那你就还真得用手雕。这话这么说，他知道的啊，我以前是做投资的，也就是每天听别人跟我讲故事。一个好的创业者，首先他得是一个故事家。你的故事越是引人入胜，越有人愿意为了你的故事买单。你看你的酒店啊，国潮、传统文化、高端品质，这些都有了，缺的是一个好的故事。哎，你接着说。我先跟你讲个故事吧啊，一个男青年，他是在海边的渔村长大，从小呢就是留守儿童，后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家乡创业，他开了网店，卖家乡的农产品，雇的呢都是村里的人。他帮助刺绣的非遗传承人成立了绣坊，投资了扎染坊，保护了家乡的传统艺术。他还发展了旅游业，让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留下来，而不是出去打工。这样呢，孩子们也不再是留守儿童，老人们也不再是空巢老人。哎，这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？好像在电视上看过。嗨，这就是一个回乡创业的人经常讲到的经典故事，如有雷同啊，纯属雷同。哎呀，这个经典故事我用不上，用得上，其中有一个桥段你就可以借鉴。你说说。啊，一个老板特别喜欢传统文化，他觉得中国的传统艺术应该发扬光大，被更多的人看见，所以他成立了一家艺术酒店。里面陈设的都是传统非遗艺术作品，甚至连走廊里一幅装饰用的木雕画，都是老师傅们一丝不苟地雕刻出来的。这个故事的细节，他不就有了吗？哦，对呀，哎，这就是李哥本人的故事，他就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。是啊，哎，这就是我。来，李总。嗨，什么李总，都是兄弟。兄弟，来，慢点。刘，哎，谢谢你啊。谢什么？睡会儿啊。啊，师傅，路上看着他啊，别让他吐了。好，好，走吧。好，走了。走了。哎，回来啦。买了
欢你爱吃的辣排骨啊。还想着阿奶爱吃辣排骨。喝酒了？喝了点。谈的怎么样？还行，谈下来了。真的？哎呦，来，这第一个。甜。甜。我跟阿瑶是穿开裆裤的发小，以前他可没少吃我家的饭。我们一起读到初中住校，高中还住校，哎呦，太苦了。我学习也不行，没考上大学。后来家里给介绍了个小姑娘，我俩一见面，嘿，是我初中喜欢的女同学。结果那女同学一张嘴就问我要阿瑶的电话号码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你给了吗？给了呀，不给显得我多小气。不过阿瑶那时候忙着读书拿奖学金，也没空招惹小姑娘。等她大学毕业了，我问她回不回来呀，跟我说又考上研究生了。哎呀，我说你读这么多书，将来这得当多大的老板？那可不是老板吗？那人家现在就在搞自己的产业链。你说大老板吧，也的确是。他回来这几年呀，投入了不少，但你说钱赚到没有？确实没赚到什么。一问他就说是投入阶段，哎，我也不懂。要我看啊，真不如他在北京工作那些年，做那个天使投资，那工资和奖金可不低呢。你又在嚼什么舌根啊？吓我一跳。聊什么呢？随便聊聊。聊我烤肉，你烤大学呗。吃点什么？我吃过了。跟我嗑点蔬菜吧，行吧？行，烤好了我给你拿过去啊。好。不用打，他关机了。你比较像他姐。我是真想跟他解释清楚，真的不是我说的。哎，你说到底是谁传的话呢？我哪里知道啊？村里的墙啊，看着挺厚，其实四面漏风，还保什么密？哎呀，我看你最近这几天天天待在小馆里，你没出去玩啊？去哪玩啊？扎染坊，你可以亲自体验染布。下午染过了。小馆旁边的木雕坊。买了。竹筏呢？做了。骑马，骑马很有意思。不去了。为什么？不喜欢。哦，对了，村子的东边，那有一大片露营地，什么采摘啊、垂钓啊、barbecue， 我北京朋友开的。亏钱了吧？只是还没有盈利。你有空可以带着那个大麦、娜娜一块儿过去玩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呀，你就别再费劲推销你那些人工景点了。我来这儿就是想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认认真真的当个没用的废人。哇，你啥时候树立了这么个伟大理想？工作之前呢，就是一直学习学习；工作之后，就是一直工作工作。努力努力再努力，不服输，不落人后。我跟你说，我毕业那会儿啊，存的钱也够买几平米。转眼10年过去了，存了些钱，打开房地产网站一看，
是只能买几瓶。没房，没车，没对象，只有病。这么惨呢？网上不是说了句话吗？那什么，工作不突出，业绩不突出，腰间盘突出，就特别像我。哎，你看，足弓都没了。我跟你说，成天站着，我踩塌了。哎，笑，不是你，但凡有一点同情心，都不至于在别人讲痛处的时候笑成这个样子。足弓踩塌。笑归笑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在嘲笑你了，就是你能让别人笑这么开心，你也是有福报的。哎呀，我就是觉得吧，这人啊不能把自己绷得太紧，要不然会出问题的。什么厌世啊、逃避啊、焦虑、烦躁，各种病都会找上来的。绷得紧不紧是我能选择的吗？你就像那个钟上的发条，那不跑到华司，谁愿意换呢？我看你条件也挺好的，啊，化个妆，收拾一下，你是板扎的大美女，还愁找不到一个条件好的对象呢。我图人家条件好，人家图我大美女，那再过了几年，我还是大美女，那人家条件还好吗？你活得这么通透吗？只有自己拥有的，才是自己的。我敬你一个。不是，你喝的什么呀？我中午喝了，再喝成酒鬼了。还是小时候好。老是盼放假，然后就去姥姥家养小鸡儿、上树采野桑葚，去溪里钓小虾。你小时候这么野啊？哦，你不觉得小时候特好玩吗？长大之后就是要学习，要考试，工作了要冲业绩，哪顾得上玩啊？也是哈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你奶奶，就老想到我姥姥。像吗？哪里像？氛围吧，身上的味道像。我姥姥去世3年了，就再也没闻到过那种味道。我阿奶身上什么味道？有点像烤面包的味道，暖洋洋的。说说你吧，你是怎么想到回乡里创业的？赚钱呗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外地人都过来投资了，本地人那不是更占优势吗？也是哦。其实有风小院啊，占用的精力不是很多。我现在呢，主要就是电商仓库还有小馆两边跑，忙是忙了点儿，但是能应付得过来。你不要逞强啊！仓库那边的杂事还是比较多的，实在不行啊，小馆这边再招一个人。先不用了吧，咱们节省点成本。反正小月经常在那边，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不在的话，就让小月给我打电话。我觉得其实都还好，日常工作呢，大家都按部就班的在做，就是人事关系有点复杂，总需要经理来调节。那就还是老问题。可不嘛，老问题呗。村里这些都是长辈，太熟了，没什么边界感，根本没人把我当经理。而且呢，还有村里那些没事儿干的，
阿婶啊、阿奶啊，经常上班时间到咱们这儿来玩，闲扯。娥婶哈，3天能打包错2单，你直接管他们呢，也能好一阵儿。但是过几天吧，就又恢复原状了。尤其是那些阿奶们啊，跟幼儿园小孩一样的。你说多了，他还跟你生气。小管也是同样的问题。熟人社会做事儿呢，就是有这个麻烦，只能说啊，多叮嘱，再加强他们在工作中的自我要求和服从管理的意识。其实大哥，我就是觉得咱们2个跟他们太熟了，需要顾及的事情很多，还有很多情感因素。小春啊，如果我们从外面找一个和尚过来念一段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先从小管入手，有点级面，规范管理，还能把服务意识提上来。行啊，如果能这样，那是最好了。你是有合适的人选了吗？当然啊，送上门来的啊，现成的。谁呀？许红豆，许经理啊。人家刚从5星级酒店服务的最前线退下来，手都还是热的。哎呀，你算了吧，人家辞职到咱们这儿来是为了休息的，怎么可能愿意到咱们这儿来打工呢？方法呢还是有的。据我观察，许红豆这个人吧，人挺勤快，也善良，最重要的，他还挺喜欢我阿奶的。综上所述这些弱点吧，不是，等会儿，弱点。谢之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又要给人家讲你回乡创业的故事啊？道德绑架法。我这商业上的事儿怎么被你们说的这么难听啊？说的真好听啊！哎呀，哟，大伯，大伯啊，谢师傅，大伯，哎，喝茶。哎，好。啊，这批活估计够你们干几个月了。啊，你也别多想啊，我也没费什么事儿，就是陪那个李总啊吃顿饭，主要是他自己喜欢。之前啊确实是预算问题。哎呀啊，哎，咱坐着说啊。来，您坐。哎呀，你看这个，之前呢，我跟你说过，这网上啊，没什么好东西。你说这个天天上网看的都是什么呀？别人家日子过得好，还要买豪车，又买豪宅，啊，这个动不动的，这个谁又火了，啊，又赚了几百万了，几千万了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毒啊！太毒了！哎，你说年轻人他一天到晚的看这些，他能把心沉下来，踏踏实实的工作吗？都心浮气躁，不务正业去了。那几百块、几千块，在他们眼里已经不是钱了，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挣那几百万、几千万去了。是。你那时候刚回来。你跟我说，你要帮着我包装、推广，要带着木雕师傅们一起赚钱，还说政府呢要乡村振兴，发展旅游，你呢回到家乡也要搞基础建设，是吧？也要建设家乡。我说句实话，我不怕你生气，我根本就没信。我觉得你小子这些年在外边啊，学了一肚子坏水啊！你一回来呢，也打算偷机取巧赚那个大钱，是不是？
也不止您一个人这么说，啊，大家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抱着怀疑的态度吧，也正常。唉，呀，过去啊，只要手艺好，那别人就自然找上门来了。现在不一样了。以前呢是满足需求，现在呢是创造需求。我阿奶都说了，时代不一样了。是，时代不一样喽。